浮沉中哭了一人多。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数载尽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非也，家破人亡。为今之计，还有一个办法行得通。请大人明言。只要你女儿愿意殉夫，殉夫名节，朝廷必定愿意授予贞节牌坊。朝廷要是授予你女儿贞节牌坊之后，那么罗大人暴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什么？让我女儿殉夫？爹，我错了，这个祸是我闯的。儿啊，你这次，你可是犯了大错了你！哎，爹，孩儿罪该万死，可是燕娘她是无辜的，无论如何你不能让她殉夫啊！如果非要死，孩儿愿意去替她死。那梁元镇要的是燕娘的贞节牌坊，那燕娘肯定会去死的。如果能代替她死的话，爹就是死10000次，又怎能忍心让你俩上继毫发呀？哎呀，爹，孩儿错了。哎，快进，少爷，别说。少爷，杜师伯，为今之计，倒不如把燕娘劫走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燕娘要是走了，杜老爷和杜少爷该怎么办？有句话叫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，咱们花点钱行不行？没错，钱是好东西，但是钱啊买不来贞节牌坊。那你想个主意。哎，方先生一直沉默不作声，他应该想到了好办法，是不是啊，方先生？方先生，我现在已经是6神无主了。如果方先生有什么好主意的话，烦请赐教，恩同再造啊！杜大人切莫着急，我想办法，并不是没有，只是实行起来比较凶险。燕娘，是爹亏欠你啊！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请爹不要自责，也请爹转告哥哥，今天的一切无人能够预料，希望哥哥不要怪罪自己，要怪就只能怪女儿福薄命苦。孩子，爹先是毁了你下半生的幸福，现下又害你守寡，
爹对不起你啊！梁大人跟爹的谈话，女儿早就听到了。女儿明白，一直以来，女儿没有尽过孝道。这次，就当是燕娘报答爹的养育之恩，以死以报恩情。孩子，你放心，爹不会放弃你。只是这段日子可苦了你了。郎中，怎么样了？罗夫人已经多天没有进食，四肢发冷，阴阳不足，精血亏虚。如此下去，不出3天，就算华佗在世，也返魂乏术啊！老爷，就真的别无他法，非得要把小姐活活饿死吗？我自有打算。哎，乡亲们都看过来呀！乡亲们都看过来呀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重大的时刻即将到来，我保证大家都不虚此行啊！哎，这大年还未到呢，干嘛弄得这么热闹？对啊，这是什么庆节啊？哎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虽然今天呢不是什么庆节，大家好好的看一看，守节殉父，都燕娘，贞节牌坊，赠权教啊！哎呦，大家听我说，为了表达对都燕娘的敬佩之情，所以见证这历史的一刻到了，我们全椒县特此举办了这一次一代烈女见证会。好，慢，听我说，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这么令人感动的时刻，难道我们不要尊敬一下这一代烈女都燕娘吗？所以，为了表达对她的尊重，我们特意的收一点银子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来，这个别急啊！哎，一个个来，哎，别急啊！大家都有位置，有茶水，有点心，快，里边请。等，都燕娘她死了吗？是啊，这到底死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本官已经多日没让她进食了，差不多快死了吧，但是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只要燕娘一死，本官定会马上公布的。燕娘真烈呀，这都是都大人3生修来的福气呀。这贞节牌坊让我们全椒县无比荣光啊！是不是？说的对呀。哎，咱们去看看。走。哎，快！哎，这不是都燕娘的哥哥吗？哦，对，哎，老王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都家真是走运，这都燕娘嫁给先帝御医，本已是天大的福气了，现在更能守节殉夫，真是名留千古啊！喂，什么名留千古啊？啊，我说这叫遗臭万年，贻笑大方。这疯子，哎，不理他，接着玩，看什么呀？开呀！开！6点响。输了。我输了，我真输了。快压了！解开！都来看看啊！让开！见证一代贞洁烈女的诞生。哎，看什么看？啊，走。让我先进去。就是，先走。见过2位大人。请。
饿死为名，实则拖延死期。再办一个收费的等死虚会，既能得名又能取利，守节驯夫也能办得如此有声有色。哎，谁有如此慧根，能想到这个好主意？啊，大人，就是收入场费那个小伙子。哦，把他叫过来。常元，过来。哦。不知道两位大人叫小人何事啊？这个虚会办得好啊。跟本官过来。哎，不知大人找小人有何吩咐？这么多人当中，就只有你才真正明白本官饿死艳娘驯夫的真正用意。你呀，捞了不少油水吧？哎，回大人的话，这主意是大人您想出来的，我怎么敢染指大人的东西呢？您放心，等我把这个会上的所有银子攒起来以后，我亲自送到大人您的府上去。混账！本官是向你索要钱财吗？那我岂不成了乞丐了？哦，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。你一定是个孺子可教之徒。老爷不好了，小姐不行了。真的啊？带路，快带路！哎呀，让我们去看看！哎，让我们进去啊！小姐，死了，真的死了。杜大人，你说他死的好不好啊？梁大人，该向百姓交代了。哦，对，本官真是太高兴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小姐，闭嘴！现在该哭的是本官了。杜大人，随我来。哎，出来了！大人，乡亲们，今天是全椒县有史以来最悲痛的日子。曾经有一位福薄命苦的妇人，为了坚守自己的贞洁妇道，决定在标眉之年守节驯夫。她就是我们杜大人的女儿，杜艳娘。本官现在以最悲痛的心情宣布，杜艳娘死了。杜大人，杜大人，杜大人了不起啊！杜大人光荣啊！了不起，是啊，杜大人，杜大人，杜大人又疯了！杜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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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荣啊！快走！哎，别急，看，哎呀，真是光荣呀！艳娘真是贤良淑德呀，是女子中的楷模，是我们全椒县的荣耀啊！
都大人，烈女长埋入土，能否开棺让乡亲们目睹一下最后的仪容，送上最后的敬意啊？我妹妹已经安详入棺，你们这么做，算是对死者的尊敬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只是看看。自古父母养育子女，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活着的时候能够快乐幸福，离世的时候能够平静安详。本官可以理解各位对烈女的尊敬，可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更希望我的女儿能入土为安呐。是道理。那就按照都大人的意思吧。啊，我们大家伙就不看了。就按都大人的意思吧。入土为安。哎，你的枪猴已经死了，今天已经下葬了。你不吃饭，就等着到黄泉跟他相会去吧。哎，是不是？你是什么人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燕娘，我来找你了。喂，我好意把你从大牢救出来，你就这样死了？我是赵俊，少卿的朋友。来。你看那边是谁？燕娘，断了。燕娘，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我没死，是爹救了我。我没死。对不起，都大人，我错怪你了，请受在下一拜。本官只是做了父亲应该做的事。如果要谢的话，你还是谢他们吧。大郎，方先生，这次我们能避过一劫，全赖方先生。多谢方先生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大家平安无事，在下就可以放心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方先生，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。那我听到燕娘离世下葬的消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真是在下有生之年最冒险的一次啊！在下只是在想，知府大人只说要贞节牌坊，但并没有说要燕娘的性命，所以我想，办法并不是没有，只是实行起来相当凶险。先生，事到如今，只要能救燕娘，多凶险也要试一试。有话您就直说吧。是啊，将计就计，瞒天过海，就让燕娘死一次，然后再死而复生。在下曾读过一些医书，
知道有一种花叫曼陀罗，花叶均可入药。华佗的麻沸散可以让人暂时失去呼吸，进入假死状态。只不过，这种药因含有剧毒，只限朝廷御医才能拥有。这段时间呢，只有都大人才能进入罗府探望燕娘，所以都大人负责潜入罗府药房，窃取曼陀罗以及麻沸散药方。晋升，杨府设业广泛，府内便有制药房，你就负责监督杨府制药房的郎中，依照药方把曼陀罗提炼成丹药。吉君，来，吃点水果。谢谢。来，休息一下吧。在梁大人前来视察燕娘状况的那天，都大人需提前吩咐丫鬟把丹药给燕娘服下，让她暂时停止脉搏与呼吸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这票真的不多了，大家赶紧过来看，看这一代烈女的诞生记啊！为了让燕娘驯服一事更加真实，我们还需要证人。常云，你负责办虚会，聚集大量的百姓，让他们成为目击燕娘死去的证人。同时，为了避免梁大人一起上山下葬，在公布燕娘死去的那天，常云还需助都大人把虚会寿宴及早准备，让衙差送到滁州知府，让梁大人在燕娘下葬前调离全椒县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些收到的所有银子全部送到您府上去。但是呢，为了不被别人看见，还希望大人亲自接手。有效率。本官真觉得你很像本官年轻的时候，假以时日，前途无量。多谢大人。那下葬的事情该如何安排啊？都大人自己的女儿，让都大人自己处理就行了。这种事情还想花公款吗？哼，大人说的是啊，大人说的对啊。方先生，好，谢谢你的帮忙，多亏你运筹帷幄，才救了燕娘。啊，别这么说，在下也只是略尽绵薄之力而已。此计能够成功，全因你们真挚的感情感动上苍。可是，你们再也不能留在滁州了，而且不能用原来的名字再去生活。哎呀，别再拖拖拉拉的了，快走吧。谢谢都大人。段郎，怎么还叫都大人？应该叫做岳丈大人。谢谢岳丈大人。谢什么谢？到现在我还是不愿意燕娘跟着你去受穷。快走吧，别在这惹我生气了。爹，您多保重。哥，这次我真的走了。哥祝你们白头到老，永远幸福。就剩下你跟爹2个人了，你别再惹他生气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快走吧。走吧。先生，你的计策果然是妙如豪颠呐。赵俊，你学问进步了不少啊，都会用妙如豪颠了。哼，谁说不是呢？切，没有我的妙药，你们的计策也行不通啊！是，你最厉害。晋升，说真的，谢谢你，否则我妹必死无疑。是不是兄弟啊？是兄弟就别说这些。不过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好像哪个地方不对劲儿。常云说的没错，这件事虽然过去了，毕竟贞节牌坊已立，万一哪一天发生了意外，被人揭发了，那可是欺君大罪。果真有此日，我都天祥一力承担。
赵青，干嘛这么早？方先生，我自知人品德行无一可取，但我并不是狼心狗肺之人。我欠你的人情，是我这辈子都还不了的。日后，你说西我绝不向东，我杜兆清说到做到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说这些干嘛？你呀，只要以后认真读书，好好上课，将来呢中进士，点翰林，为国效力，我也就满足了。就这样吗？那还有什么呀？你要真想为我做些什么，你就好好读书就行了。先生，我请你帮我保管这些。我杜兆清对天发誓，一定要用功读书，试中进士。好。这4位可是通天书院的才俊呢？晚辈拜见武大人。本官今日到来，就是想见一见今届乡试的各位才俊。各位不必拘礼，也不必紧张，来，坐吧。你们4个人还不快向吴大人介绍一下自己？在下黄渤也。说你的身世。在下黄渤，我家是专做房子的公事，每月账房进账都是以万两计算。在下焦全，我爹刚收了不少地产，也算是这儿半个地主。在下雷代子，家里是做干货买卖。在下包定，我爹一直和西域通商。吴大人位高权重，咱们的家底儿在吴大人眼中那是微不足道。是，但咱们有的是诚意，定能为吴大人送上一份满意的厚礼。没想到啊，4位才俊年纪轻轻，却深谙官场之道啊！咱们只是想孝敬大人，获取功名，为朝廷效力。科举考试就是要选拔人才，公平最重要。本官受命来到滁州，成为今届乡试的主考官，审批阅卷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对，懂，我懂。大人，这4个人可是你精心挑选出来的？这4个人是雷师爷从滁州各大私塾找来的。当今世道，真的是没有人才了吗？我跟雷师爷跑遍滁州各大私塾了，真的是人才短缺。这滁州是本官的故乡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。这4个人虽然不是出类拔萃，但最起码家境富裕，出手阔绰，所以下官才会选定这4个人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们是干大事的，怎么能贪图眼前这丁点银两呢？大人当然不会放这丁点银两在眼里了，可下官就不同了，开销太大呀。你说这1000几百两银子，它够你花多久啊？要贪，就得贪得一生无忧。大人所言甚是。虑而后能得，物有本末。把这段背好了啊。好。
汤云，下次不要迟到了。知道了，先生。先生再见。哎呦，快！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我都快憋疯了。呀，你不知道少爷，酒店生意多好。那买到没有？你看看。啊，这上等女儿红就是不一样啊，真香啊！我还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的酒呢。少爷，能不能赏我一口啊？你是我兄弟，我的不就是你的了？咱们好东西一起分享。谢谢少爷。哎，赵兄，咱们俩把酒言欢，喝2杯怎么样？赵军，哎，咱们俩玩喝酒怎么样？你没看到我很忙，在背简谱吗？不是，咱们俩自己玩去。不是，你玩。去，哎，你们有没有人喝酒啊？哎呦，我好闷呐！你看看，大家多安静啊！啊，你看，连都少爷和赵俊都那么刻苦努力的在读书，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应该读点书啊？荒谬！那个方林第一天到私塾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他谈好了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为什么要读书啊？哎，我突然手有点痒了，你陪我一起去赌庄吧。又来！哎呀，听我的！哎呀，哎，我要去赌庄，谁跟我去啊？不是少。一帮迂腐的人，走！哎，你确定？走啊你！我走。少爷，我算是跟错少爷。快走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少爷，开！你看，哎呀，我说小王，鸭大头几泡。少爷，您喝点茶。茶什么茶？干什么呢？我说我怎么老这么背呢？都是让你连累的，离我远点。哎呦，手气臭，拿下人撒气，算什么本事啊？杨晋生，过来。这是老子的下人，老子愿意打就打，哎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以为我想管你的闲事啊？就你这副德行，财神爷见了你都躲得远远的，你还想赢钱？哼！废话少说，有种你把银子放这儿，跟我赌一局，看看财神爷关照谁。来就来。清香醇厚，果然是好茶。方先生，我今天来，主要是向方先生赔罪的。赔罪？是啊，晋生犬儿想必给方先生带来了不少麻烦。啊，晋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只是他心驰外物，犯的都是正常孩子会犯的错误。啊，方先生，过几天我要去京城办批货，我知道。当我离开滁州之后，犬儿一定像脱了缰的野马，到处惹是生非。所以，杨老爷的意思是想让在下多加看管晋生。不知道方先生能否？既然您有此顾虑，在下定当尽力而为。哎呀，方先生。那真是太麻烦你了啊！严老客气啊，方先生，那我就告辞了啊，请啊，前6步。好。说吧，怎么个赌法？点数大的为赢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一局定胜负。赌注是多少？赌点什么呢？这样吧，输的人把衣服全脱光了，走出赌房去市集里跑一圈，敢不敢？怎么了？怕了？怕了可以认输啊。怕？本少爷就不知道什么是怕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你先来。哎，别耍花样，赶紧开吧。哎呀，你赢定了！少爷，再多绕几圈。不用，你自己开吧。赢了，这是豹子赢定了！你输了。哼！
杨敬生，你能不能放我一马？我倒是可以放你一马，但是来这赌房的人可从来都没有耍赖的，你还是愿赌服输吧。记住了，要把这里布置的和京城一模一样啊！是是是。哦，夫人。大人，其实用不着每次回来都劳师动众的重新布置。再说，大人都已经祭了祖，即日就要启程回京了。哎，时间再短，也不能让夫人受苦啊！我知道夫人最怕长途跋涉，此次随我返乡，舟车劳顿，夫人受苦了。我把这住宅变得和京城的家一模一样，就是想让夫人过得舒服一些。回乡祭祖，那是做媳妇的本分。月儿再辛苦，也赶不上大人的日理万机呀。哎，我虽然公务繁忙，但是为夫人花点心思，也是为自己排忧啊。哦，对了，小月，我有个惊喜给你。来，我刚才交代你们的可都记清楚了啊？清楚，记清楚，明白，记清楚。哎，老爷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小月，这是本地最好的戏班，特意演出你最爱的剧目《穆桂英》。谢谢大人。你高兴就好。停！我们走了多长时间了？啊，看这日头啊，正在我们头顶上，应该是快到中午了吧？哎，大人，慢点。好生奇怪啊！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到滁州啊？还有，这树林也太安静了，连个鸟叫的声音都没有。这，徐大人果然心思缜密呀！我只要徐天佑，其他人闪开！保护大人！大人快走！老大，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，追！给我留活口！是。小月，刚才那一条打得可真精彩啊！啊！老爷，梁大人来了，叫他进来。是。请。属下见过吴大人。是谁让你去贿赂徐天佑的呀？下官知道，他马上就要进入滁州，走马上任。我怕他会打乱通天书院乡试一事。碰巧正是大人祭祖期间，小人一时六神无主，所以你就自作主张？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。梁大人，你真是吃了豹子胆。
徐天佑连本官的账都不买，更何况你这个九流的贪官，如何能买得动他？哎，爬上来了，不容易啊！真当我们是傻瓜？我是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要是你早听梁大人的意思，称病1个月，也不会死在我的刀下。我可告诉你们，杀害朝廷命官是死罪。少啰嗦，赶快把官印和上任书交出来。做梦别想了！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梁大人的下场。上！梁大人，你还是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。徐天佑被贬到滁州，本官自有办法不让他插手，相试一试。现在你去收买他，反而弄巧成拙。待他来到滁州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啊！大人言之有理，下官自知闯下大祸，未免夜长梦多，已经找了道上的朋友，在途中把徐天佑干掉。大家别紧张，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。是。老爷，我先回房了。好，夫人先去休息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两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